一直其實就好想談論呢個話題嘅，不過事實上我就唔係咁中意講啲唔開心嘅嘢，所以一路都冇喐手做。只不過個世界雖然美麗，但係亦都好殘酷啦。有啲危險嘅事要知道，真係要居安思危。人口拐帶呢件事就全世界都發生緊㗎啦，不論係先進國家定係落後國家都好。大家可能覺得呢啲嘢新聞出現嘅啫，但係其實好可怕地，呢啲嘢其實可能可以發生喺自己好近自己嘅地方，甚至唔好彩嘅話就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呢條影片就會同大家講兩個故事嘅。先講一單幾年前真實嘅歐洲人口拐帶案件，當時好多國際媒體包括英國嘅 BBC 都有報導。有個嚟自羅馬尼亞嘅女仔，化名 Anna 啦，去到 London， 咁就希望喺嗰度賺少少錢嚟讀大學。咁佢就做咗啲 part time 啦，例如清潔啊、waitress 咁樣。有一日佢翻屋企嘅途中咧，喺手袋度拎鎖匙出嚟嘅時候，就有人無端端喺後面從後箍頸啦，揞住佢個嘴就拉咗佢上架私家車度。車上面三男一女就不停咁刮佢啦，對佢拳打腳踢啦，然後就以羅馬尼亞文對佢大鬧啦。個女人就將佢個手袋攞咗之後就話：如果你大叫咧，你喺羅馬尼亞一家人就會被殺害啦。咁 Anna 就好驚啦，佢腦入邊就諗起嗰啲會唔會俾人捉去做妓女啊，或者俾人攞去販賣器官咁樣啦。咁個女人攞咗佢銀包出嚟啦，然後又睇佢電話最近嘅通訊記錄，又揾到佢本 passport。點解佢有本 passport 喺度呢？因為佢之前嗰本俾人偷咗，佢就隨身帶住而家嗰本。Anna 知道喺嗰陣時嘅情況，其實就冇乜可能喺架車度走到出去嘅啦。一直去到機場啦，只有其中一個男嘅同佢過關，咁佢就諗緊，哇，可能有機會大叫。但係佢又諗起班人已經知道媽咪喺鄉下住邊度，又攞晒佢啲證件，咁佢就依然係唔敢求救。喺機場過關嘅時候呢，佢塊面已經喊到紅晒啦。但係櫃位工作人員就好似睇唔到咁樣，個男嘅亦都攞佢哋兩個護照梳就好容易過關。喺過關嘅過程入邊，個男嘅就一路扮住 Anna 伴侶嘅角色咯，所以一直都係兩個人黐到好埋一齊坐咁樣，佢完全冇逃走嘅機會啦。佢亦都威脅咗 Anna 話：如果你大叫大喊，就一定會殺咗佢咁樣啦。咁一路去到上機之前，Anna 都唔知自己去邊嘅。去到上機前廣播先至聽到，原來個飛機嘅目的地係愛爾蘭。咁佢就同個男嘅一齊上機啦。其實佢塊面依然係喊到紅波波，流晒眼淚嘅。但係工作人員咧，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同埋海關工作人員都係一樣嘅，完全冇留意到。咁佢哋就兩個咁樣上咗機。Anna 一直就諗緊有咩逃走嘅機會啦。當時佢個心諗，當個航班一落地去到機場，佢就會逃跑啦。點知着陸之後先至知道，原來嗰個機場好細，就細到好似巴士站咁樣。而且另外兩個羅馬尼亞男人一早就喺機場度等佢哋啦。其中一個肥佬就話：啊，呢個生得唔錯喎。咁佢嗰刻就知道自己應該會被逼去賣淫。咁之後其實都好容易估到啦，佢就俾人帶去個地方啦，剝晒衫褲之後就俾陌生人糟質啦。咁亦都被逼着住啲性感衫影相啦。每日除咗食同瞓嘅時間都要接客，好多客人都將佢整到流晒血啦，企都企唔起身啦。每日個身都有唔同嘅傷痕，佢有時痛到以為自己會死咁樣。客人就一日有成20個嘅，其他女仔其實都係咁樣俾人拐埋去到嗰度。幾個月之後，警方到場搗破非法妓院，咁但係奇怪地，一男一女嘅主謀喺警方到場之前已經將電腦同錢一早就帶走晒，消失得無影無蹤啦。警方就影低咗啲妓院嘅相做證據啦，攞咗啲用過嘅避孕套啊、底衫褲咁樣，又叫 Anna 同其他女仔着翻衫。咁 Anna 就同警察講話：你睇唔到咩？我哋冇衫着嘅喎，我哋被逼㗎，你睇下證件都冇。警察就完全冇聽佢講嘢，咁但係佢心諗啊，好彩會俾人救㗎，唔冇所謂啦。咁佢以為係得救啦，點知原來警察真係完全唔信佢哋係受害者，反而就話佢哋非法經營妓院。咁4個女仔就俾人韞咗喺監倉度一晚，第二日就送上法庭。送上法庭就控告佢哋經營妓院，要佢哋交罰款。Anna 喺法庭度被放出嚟嘅時候，佢個直覺就覺得要逃走。但係一嚟唔知可以走去邊，二嚟身上面冇錢，咁可怕嘅噩夢又再次發生啦。原來嗰啲拐帶罪犯一早就喺法庭外面等佢哋，車門一開，佢又俾人扯翻入地獄。更加悲哀嘅就係 Anna 喺羅馬尼亞嘅媽咪見到愛爾蘭妓院嘅新聞有自己嘅名喺入邊呢，佢媽咪反而係一直相信自己嘅女係主動賣淫嘅。點解呢？原來啲罪犯一早就用咗 Anna 個身份喺佢嘅社交網站上面貼
不雅嘅照片啦。咁亦都扮係 Anna 本人，自願喺外地出賣肉體。喺出賣肉體嘅時候賺到嘅錢就喺網上炫耀佢有好嘅生活咁樣。屋企人啦、鄰居朋友全部都見過嗰啲相啦。最初佢個媽咪都唔相信嘅，咁亦都有打俾 Anna，但係從來都冇人覆電話啦。到後來社交網站因為嗰啲不雅圖片嘅戶口要被刪除啦，咁就刪除咗佢個 account 啦。佢媽咪去揾當地政府求助，咁當地官員就話：喂，Anna 成年㗎啦喎，佢想做乜都得㗎啦喎，咁樣。Anna 被捉翻去賣淫啦，但係其實情況比之前更加差嘅，因為佢無意中聽到自己會被送去中東國家。喺歐洲佢都仲比較有機會逃走，但係一去到中東，一世應該就係咁樣就冇啦。故事嚟到呢度要跳快啲啦，錄之詳情請揾新聞睇翻啦。長話短説，佢偷咗鎖匙，好戲劇性咁樣逃走咗。逃出之後第一件事就係打俾媽咪，但係接電話嘅其實就係繼父。個繼父就同 Anna 講：你做咗咁多咁令人丟架嘅嘢，又搞到你媽咪被恐嚇，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打嚟滋擾佢哋呢？咁 Anna 就同佢繼父講話：咁好啦，如果你再俾人滋擾，你就話俾對方聽我死咗啦。雖然之前警方就好離譜，亂咁拉人，亂咁告人，咁但係 Anna 依然再去報警啦。好彩嘅係今次警察就終於聽佢講啦。過9個月呢個苦難就叫做完結咗啦。咁 Anna 就將佢所知嘅名同資料交晒俾警方。過咗2年幾，嗰啲罪犯就終於落網啦。但係判刑就只得個2-3年。Anna 就當然非常唔滿意個裁決結果啦。佢同記者講話：世界上完全冇公平呢回事。雖然 Anna 一世人都應該會繼續活喺呢個咁可怕嘅陰影入邊，但係起碼佢而家叫做自由啦。佢喺英國一間大學度申請咗學位課程，亦都有份工。比起好多被拐帶嘅受害人嚟講，已經算係不幸者入邊嘅幸運兒啊！咁講，當然佢真係好不幸啦，但係更加多嘅婦女被賣就一直被人虐待到老，被人虐待到死。我睇呢篇新聞嘅時候，除咗覺得好恐怖啦，就係諗緊其實佢唯一能夠走嘅機會就喺機場。我覺得啦，即使罪犯攞佢屋企人嚟做威脅，佢都應該大聲喊、大聲叫，因為如果罪犯就算佢真係有屋企人嘅資料，咁即使你服從佢，佢依然係可以對你屋企人不利嘅。另外就係機場工作人員嘅疏忽，海關工作就當然係處理過境人流啦，但係其實佢哋都好應該注意下呢啲情況嘅，尤其是國與國嘅邊境交通交匯點。如果你見到一啲女仔或者男仔都好啦，但係女仔更加啦，喺機場似乎好驚，喊到收唔到聲咁樣，咁你哋幾煩，其實你都應該走去問下咩事。就算你唔係工作人員，你見到懷疑嘅對象，其實大家都應該同啲官員講下，或者你可以救翻一條人命。有幾多罪案啊？呢個世界上其實旁觀者嘅冷漠或者唔細心就係造成慘案嘅條件。不過又好似案入邊咁講，如果被送去落後嘅地區，除咗更加慘之外，就係逃脫嘅機會更加渺茫。嚟到呢度，我講第二個故事啦。鏡頭去到亞洲啦，呢啲人口販賣拐帶嘅當然就非常之多啦。不過我喺呢度就想主要係講中國嘅山區啊。咁中國嗰啲拐騙情況好嚴重，係長期不斷嘅社會問題，呢個唔使解釋㗎啦。真嘅故事新聞大家都睇過唔少，聽過唔少。咁我本身就唔太睇中國電影嘅，但係有一套係海外華人投資嘅電影，反映咗好真實嘅中國拐賣婦女情況。呢個電影喺外國都攞過一啲獎嘅，雖然睇完之後真係好唔舒服，但係我就覺得好應該睇下嘅。呢個電影就係2007年中國導演李陽嘅《盲山》。盲山嘅故事情節係一個女大學生為咗揾工去 support 佢細佬嘅學費，喺揾工嘅途中俾人呃咗去中國陝西嘅一個小山村入邊賣俾當地一個中年村民做老婆啊。咁佢當然唔願意啦，就俾人打啦。呢個中年村民嘅父母協助佢去俾佢個仔強姦，咁佢用盡方法逃走啦，但係因為山區太偏遠啦，公路得一條，村內入邊嘅男人好多嘅老婆都係咁樣拐賣翻嚟嘅，所以村民全部都係共犯，全部都好齊心咁樣唔準啲女仔走。其中佢有個機會去離開嘅，但係就係因為之前所講啦，旁人嘅冷漠令到佢又俾人拉翻轉頭。後來佢仲要被逼懷孕啊，有咗呢個強姦犯嘅細路仔要生出嚟咁樣。因為中國有好多呢種偏遠嘅山區小村，而呢啲鄉村入邊又有唔少呢一種一定要傳宗接代嘅強烈傳統世俗觀念同埋唔尊重人權嘅思想。又因為太窮，根本就冇人肯嫁入去，呢啲揾唔到老婆嘅人就會用積蓄去買一個俾人拐翻嚟嘅女仔做名義上所謂嘅老婆。
實際上係做性奴同生育機器。呢啲女仔翻唔到屋企，冇人身自由，被逼喺呢啲落後嘅地區度做嘢生 BB， 俾所謂嘅丈夫強暴毒打，咁樣好悲慘就過咗一世啦。呢啲事情其實喺中國就時有發生嘅，經常都有父母或者年輕嘅丈夫去揾啲俾人拐帶咗嘅妻兒，好悲哀地大部分人都揾唔翻自己嘅受害親人嘅。故事入邊嘅主角一直喺村度揾唔同嘅人去幫忙啦，但係因為全村嘅人其實都係共犯，根本就冇人幫到佢。以下就係有關電影嘅結局啦。盲山嘅結局有兩個，一個海外版，一個中國版。點解會有兩個版本呢？其實海外版先係故事嘅真正結局，中國版係因為喺中國唔能夠播出外國嘅版本，所以為咗符合中國廣電總局嘅要求，另外拍攝，拍咗好多次，亦都經過好多次審查先至通過。個結局係當然美化咗好多啦。咁兩個結局嘅分別其實喺邊度呢？海外版嘅結局就係最後因為一個細路仔幫助女主角聯絡到外界，佢嘅爸爸就帶住兩個警察嚟到個村莊度，但係全村人都攞住啲農具跑出嚟阻止，又攔車又威脅咁樣，最後警察真係敵唔過咁多人啦，就唯有離開，就話第二日先再返嚟，而個爸爸就留低同個女一齊等。但係啲村民又點會乖乖地聽話呢？佢哋就想分隔開兩父女，將個女仔收埋。爸爸就當然死不願意啦。咁嗰個丈夫同嗰啲村民就狂打佢個爸爸啦。個女為咗救佢爸爸，就地攞起身邊有把菜刀斬落嗰個所謂嘅丈夫度。嚟到呢度畫面就完全變黑咗啦。你能夠想象，其實個女就九成一係就俾佢哋打死，一係就再收埋佢，然後又會成為下一隻畜生嘅生育機器。總之就非常之黑暗啦。咁但係都比較貼近現實嘅。中國版呢，就係警察同父親嚟到嗰度，然後就成功將個女兒救出，但係嗰個細路仔 BB 啦就要留翻喺個山村入邊。其實套電影拍得好好啊，不過要再強調呢個唔係只係電影嘅情節，呢啲事其實喺真實世界真係一直喺度發生緊。電影亦都係想呼籲大家注意呢個情況。中國其實有類似嘅電影嘅。亦都有真人真事改編，但係就係改編太多啦。本來俾人虐打強姦嘅受害者喺電影入邊變成一啲千依百順感動村民嘅女性，完全係政治宣傳嚟嘅。盲山嘅導演亦都有表示過嗰啲手法好令人無言嘅。咁事實上呢啲係真實故事咧，亦都比啲催淚電影係更慘嘅真實悲劇。呢啲女性被拐帶之後冇自由，能夠逃走嘅機會亦都好渺茫，永遠都翻唔到屋企，咁就一世。香港人睇呢套電影就可能覺得仲有啲距離啊，同自己，但係隨住港中融合、邊境模糊化呢啲事發生，真係唔出奇。所以無論係咩地方都好啦，大家都要盡量提高警覺，睇到有可疑嘅嘢一定要舉報，亦都希望大家有守望相助嘅精神啦，唔好覺得啲嘢唔關自己事就完全唔理。你八卦少少，其實真係可能救翻一命㗎。